你是个处女吗？阿姨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清清白白的处女？可不是随便什么姑娘都能进门的。阿姨，我和沈先生今天才第一次见面，您一上来问这个，不觉得不太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也不看看我儿子什么条件？哈佛博士，星耀科技集团 CEO， 年薪1200万，陆家嘴5套房，豪车5辆。你要是想和我儿子继续谈，就先去3甲医院做个全套检查，妇科 B 超、传染病、宫颈炎筛查，一个项目都不能少。这也是你的意思？我妈怎么安排，我就怎么听。我不跟没断奶的男人相亲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一个30岁的男人出来相亲，还要妈妈坐在旁边替他把关，工资卡也得上交给妈妈。阿姨，您这不像是在找人儿媳妇，更像是在给您儿子找保姆加奶妈。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省人民医院妇科主治医师。您要查我可以，但规矩不能只约制我一个人。沈先生也该交出同样的体检报告。男人查那些做什么？谁说男人就不用查？现在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不育占比可不低，接近1半。您既然这么重视后代质量，那您儿子的精子常规查过吗？精子碎片率查了吗？染色体检查做了吗？还有精神科评估做过吗？毕竟情绪稳定也是婚姻幸福的重要前提。既然您讲究标准，那就先从您儿子身上开始，等他的全套检查报告送来，我再考虑要不要配合。妈，别说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对了，沈先生，回去建议你母亲把手册再补充一页，叫婆婆精神状态鉴定。你还真来了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说吧，你所谓的合作演戏是什么意思？自从我过了28岁，我妈就彻底陷入了相亲焦虑，前后加起来，她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不下100个。那你为什么没跑？她是我妈。你这话听起来到底是孝顺还是软弱？你自己觉得呢？我妈身体一直不太好，有低血糖，还有心脏方面的问题。医生也说过她不能受太大刺激，所以这些年我只能尽量顺着她。你所谓的顺着她，就是让她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去伤害别人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假装配合你妈，顺利通过她的考验，等她满意了，就不会再继续给你安排相亲了，对吗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接下来呢？等过段时间我们再找个理由分开，就说性格不合，到时候我妈折腾的差不多了，应该也不会再逼我了。如果真要按那本手册上的要求来配合，得做全套体检，上交工资家务，甚至还得答应3年生2个孩子，这根本不现实。就算我真的配合你成功了，分手的时候林佩兰肯定也会觉得是我利用了你，到最后我帮了你，却什么好处都捞不着。先付10万，事情办成之后再给你20万。沈先生，你以为我是冲着钱来的？那你是为了什么？我是为了一个公道。像你母亲那样的人，我见得太多了。你知道有多少姑娘曾经被她当众羞辱过吗？又有多少女孩被迫去做那些根本没必要的检查，只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？我可以帮把这场戏演下去，但我有几个条件。第一，30万不够，我要50万。第二，你母亲提出的所有要求我都要全程录音，所有书面材料我也必须留存备份。第三，如果之后我需要你配合做任何事情，你都必须无条件配合，不能追问原因。你是在算计我妈？我只是想帮你母亲治病，她现在的偏执本身就是一种病态，你一直迁就她，不是在救她，是在害她。成交。那就合作愉快。你真的是妇科医生？你觉得呢？我就知道会这样，你这个心机深重的女人，果然是冲着我儿子来的。阿姨，是你儿子主动约我的。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阿姨，我真的只是想帮你。帮我？我可不需要你这种人来帮我，不可能。我儿子向来最听我伙的话。
妈，这是我的想法，我想再跟许小姐单独聊一聊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昨天他那样顶撞我，你居然还……阿姨，我昨天回去之后也认真想了想，您提的那些要求，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商量。您那本手册我也仔细看过了，妇科检查可以接受，家务我全包也可以。3年生2个孩子，也不是不行。3年生2个也行。不过呢，我这边也有几个小小的条件。你绕这么大一圈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没别的意思，只是在谈条件而已，公平又合理。我的第一个条件很简单，既然您要求我做全套检查，那沈燕洲也要接受同等项目的体检，双方都可以互相指定检查项目，结果必须公开透明。妈，她说的没错，既然是公平谈条件，这没什么问题。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查就查，我儿子从小到大身体都没让我操过心，等结果出来没问题，我看你还能说什么。只要没问题，我就乖乖当您的儿媳妇，所有检查我都配合，32条要求我也全都接受。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当然是我说的，那我们击掌为证。不过我也有条件，所有检查必须去我指定的医院，找我指定的医生做，我可不想让你有机会造假。可以，医院您来定，项目我来定，这才叫双方对等。3天后，省妇幼保健院，医生我已经约好了，你等着吧。你下一步到底准备怎么做？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对了，沈先生，你最近有没有做过体检？我每年都会做一次，身体没查出什么问题。那就好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尽早做一次针对性的健康筛查。为什么？提前预防总比事后补救好。鱼儿上钩，3天后收网。林佩兰，你还真是可笑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还有资格挑儿媳妇吧？那就走着瞧。晚了2分钟，第1天就这样，以后还怎么指望你守规矩？阿姨，现在才8点29分，应该是您的表走快了，先进去吧。您预约的是哪位医生？妇产科唐主任。我老同学。唐主任从医25年，什么情况没见过？你最好别想蒙混过关。老唐，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女孩来了，你可得帮我好好查一查，检查的仔细一点。林佩兰啊，你让我开的这些检查项目，有些其实没什么必要。怎么就没必要了？钱我出，你只管开单，哪来那么多问题？那好吧，妇科常规白道检查 HPV、TCT、血常规传染病4项 B 还有婚前妇科专项深度筛查，这个才是重点，必须查到位。林佩兰，这些深度筛查里有不少项目并不适合常规做，而且有些还是侵入性检查，现在已经不建议随便安排了。我不管，这个检查必须做，身体只要有一点问题，我们沈家都不会接受。阿姨说的没错，该做就做，那就按您的标准来，能查都查清楚，也好让你安心。哼，再多抽一管，免得到时候不够检查。就按阿姨说的来。我是她未来婆婆，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按规定，家属需要在外面等候。小顾，你这又是在演哪一出？唐姐，我躺在这儿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这份对外说明怎么写，得按我说的来。你这是想让我造假吗，小顾？我是医生，这事儿我不能做。不是造假，只是希望你帮我保密，真实结果你照常给我，对外只说我授权公开的结果正常，可以吗？
就这一次。行吧，这关就算你过了。不过这才只是第一步，我那份家庭行为规范32条，你1条都不能落下。您可以先说说看。第1条，婚后工资卡上交由我统一保管。可以，不过我的工资卡也要交吗？那是当然，你的钱以后也是我们沈家的钱。那我也把工资卡交给您。不过我1个月工资只有8000，扣掉五险一金，到手也就7000，您省着点花。第2条，家务你全包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，最好别让我儿子动手。可以，不过工作日我要上班，加班也很常见。家务我可以全包，但可能没时间每天给您儿子做早饭，要不您搬过来帮我们做？我凭什么给你们做？那您儿子就只能自己做了。不行，那就只能请保姆，请保姆的钱得从您那边出，毕竟我的工资卡已经交给您了，我手里没钱。第3条，婚后尽量生2个孩子。可以，不过生男生女是由男方决定的，如果生不出儿子，您得让沈燕洲去医院做检查。不可能，燕州这方面绝不会出问题。那不是更好吗？万一2胎都是女儿，您可别怪到我头上，那就只能怪科学了。第4条，必须和异性保持适当距离，同事也包括在内。阿姨，就算我是医生，男患者来看诊，我总不能装作没看见吧？难道让我用手语给人看病吗？那工作上的必要接触可以除外。第5条，过年必须优先回沈家过。可以，那我爸妈也一起到沈家过年，反正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。不行，你爸妈跟着来算怎么回事？阿姨，您的要求我都答应了，那我的要求您是不是也该听一听？你还能有什么要求？第1条，沈燕洲必须提交近3年的完成体检报告，其中包括生殖科相关检查。没问题，我儿子明天就去做检查。第2条，婚后沈燕洲的工资卡要交给我保管，而不是交给您。夫妻之间的家庭财务当然应该由夫妻共同管理。这可不行，我是他妈，替他管钱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我是他妻子，我替他管钱也同样合情合理。要不这样，咱们各退一步，您管他的，他管我的，大家都不吃亏。第3条，家里的活儿我可以全部承担，但是沈燕洲每周最少也得做2次。这不是我故意为难，这是民法典里写明的，夫妻之间本来就有互相扶助的义务。民法典连做家务都管。阿姨，民法典涉及的范围可不小，要不我给您复印一份，您拿回去慢慢研究。不用。第4条，关于生孩子的事，3年生2个，可以答应，但如果沈燕洲那边的质量不过关，这一条自动失效。他今天看着好好的，哪里像有问题的人？你检查结果不是也都正常吗？今天正常，不代表以后这3年都一定正常。阿姨，您总不能让我把命也牵进去吧？行，这总行了吧？那就祝我们合作顺利，阿姨。3天后到酒店吃饭，我带你见沈家的亲戚。不对，你绝不只是妇科医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妇科医生不会随身带着一本女婿考核标准，更不会把民法典徽章背得这么熟。你到底还藏了什么身份？沈先生，你不妨猜猜看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想跟我配合演戏，你是故意套我妈的话，对吧？你现在才想明白。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另有目的。沈先生，3天后见家长，到时候记得穿得正式一点，因为那天到场的人应该不会少。哎呀，来了！这位就是我将来儿媳妇。来，坐这儿，你们年轻人正好多交流交流。你妈今天看起来心情挺好。你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？
安排好什么？你自己清楚。各位亲戚，今天请大家过来，主要就是让大家见见我未来的儿媳妇。为儿子好嘛，我这个当妈的当然要把关。未来儿媳妇，林佩兰啊，这姑娘条件怎么样？条件可不差，3甲医院的主治医生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也踏实，人还懂事听话。我提了32条要求，她1条都没反驳。32条，都有哪些啊？我都记在这本子上了。工资必须上交，家务主要由她负责，3年人生2个孩子。这条件也太苛刻了吧？这算苛刻吗？我儿子年薪1200万，提这点要求不过分。来，我先敬未来儿媳妇一杯。阿姨，我等会儿还要开车，我就以茶代酒吧，您看可以吗？不行，必须喝酒。第一次见亲戚就这么不给面子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儿媳妇可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，她的体检报告我都看过了，各项都合格，身体特别健康。我儿子年薪1200万，找个媳妇儿当然要精挑细选。你能不能别再说了？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这本来就是事实。事实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既然是真的，就没必要遮遮掩掩。你们看看，这孩子多懂事，多听话。这是婚房钥匙，陆家嘴那套房子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只要你以后跟我儿子踏踏实实过日子，这些将来都是你的。阿姨，那婚房写的是谁的名字？当然是沈彦洲的名字，难不成还要写你的？那这就不叫给我，顶多算是让我住进。你现在是在跟我算房子的账？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提醒您一句，按照民法典规定，婚后取得的财产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婚前财产归谁名下，就仍然是谁的。你现在是在跟我讲法律吗？请问哪位是林佩兰女士？我就是，什么事儿？您好，我是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宋达元，您被起诉了，这是法院传票和系诉状副本。法院？我被起诉了？谁起诉我？起诉人是许清河女士。许清河，你疯了！都进来吧。阿姨，您不认识他们了，那我来帮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罗小姐。2年前，您逼她去做了全套妇科检查，还有女性健康全面筛查。检查报告出来以后，您当着所有人的面暗示她身体不干净，她回去之后就患上了重度焦虑症。阿姨，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重度焦虑症，她已经吃了半年的药。这位是何小姐。1年前，您逼她签那32条家规，她没有答应，于是您就在相亲群里散播她生育能力有问题的谣言。也正因为这些话，她在婚恋平台上失去了好几次匹配机会。这位是秦小姐。半年前，您强迫她去做染色体检查，那天她在检查室外哭了整整2个小时。如今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，可每次产检都会想起当时的经历，她的应激反应非常严重，医生诊断为 PTSD。许清河，你……沈先生，我刚才说过，我今天做的事就是让该面对的人面对现实。你又想把什么罪名扣到我头上？自我介绍一下，许清河，恒恒律师事务所金牌律师。这3位都是委托我来的当事人。妈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只是让他们去做个检查而已，我哪里做错了？我只是想替沈家必配开风险，这也有错吗？阿姨，强迫别人接受不必要的医学检查，本身就是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，散播虚假信息，损害别人的名誉，也已经涉嫌诽谤。您这本册子里的32条要求，至少有1半都违反了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。到了法庭上，我们可以逐条说清楚。许小姐，都是沈家的亲戚在场，何必把事情闹到法庭上？阿姨，其实您刚才也觉得那32条要求太苛刻了，只是您没有勇气说出来而已。我的委托人只想要一个公开、真诚的道歉。那如果我妈就是不道歉的，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相关证据我已经全部准备好了，体检手册原件，还有经过公证的聊天记录，以及那32条要求的完整录音。从第一次相亲开始，您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我这里都有记录。你一直在录音，你竟然敢骗我！你不是说你妇科医生吗？阿姨，如果我一开始就以律师的身份出现，您还会把那本手册拿出来吗？那天的唐主任也是你提前安排好的？唐主任没有作假，他只是没有主动告诉你妈真相。检查结果报告杆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至于唐主任为什么愿意配合我，是因为她也是女人，
他也看不下去那本手册。妈，道歉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自己做的过分了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恶意。起诉书我可以撤回，但是这3位的道歉和公开澄清一样都不能少。3天之内把道歉信写好发给我，我会转交给3位委托人。至于您儿子和我之间的关系，从一开始就是假的，我不是他的未婚妻，我是律师。不过您列出来的那32条，倒是够我写3篇普法文章了。你母亲已经确诊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，你看这张片子，海马体已经出现明显萎缩，目前还属于早期阶段，但病情会慢慢加重，记忆力减退、情绪波动大、行为偏执，这些都是典型症状。那还有治好的可能吗？如果能早期干预，可以延缓病情发展，但没办法彻底逆转。我先给他开一些药，后面一定要按时复查。另外，病人的情绪也需要疏导，不能刺激他，但也不能什么都顺着他。你们家属也要慢慢学习怎么正确的和他沟通。妈，你先别害怕，医生说现在发现的早，吃药可以控制。我只是想替你找个靠得住的人。那些姑娘，我是真的想对她们好，我怕你被人骗。妈，别说了，我都明白。徐律师，和解协议我已经签好了，这是那3位委托人的道歉信，还有签收确认。这是我妈在相亲群里发布道歉信的截图。好，那我这边就正式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。